印度神童阿南德指出，2026年将是400年来最关键的转折之年，东南亚地区尤其是中国将面临巨大考验，而且他特别警告了3个极为危险的时间点，这3个关键时段就在2026年的4月、7月和11月。据说在这几个月份里，可能爆发影响全球局势的重大事件，您没有听错，请务必把这几个日子记下来。我们到底该如何看待这个预言？2026年的火马年究竟蕴藏着什么惊涛骇浪？让我们深入探讨其中缘由。首先，介绍一下这位引发全球关注的预言家阿南德。他年仅19岁，却因多次神准预测而声名大噪，被不少媒体称为现代的少年先知。早在2019年，当时全世界对新冠病毒还一无所知，年仅13、14岁的阿南德就在网络影片中警告，一场全球大瘟疫将于2020年爆发。当时许多人对这番话嗤之以鼻，觉得一个印度小男孩的警告毫无根据。然而几个月后，现实以残酷方式印证了他的预言，新冠疫情真的席卷全球，改变了历史的走向。随着疫情持续延烧，到2024年9月才趋缓。回过头再看阿南德当初的影片，不禁令人背脊发凉。从那之后，阿南德的名字开始在全球广为人知，他的每一次预测都引来千万人的关注。接下来几年里，阿南德陆续做出了一连串大胆的预言，而且相当一部分居然成真了。2022年，他成功预言了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即将爆发战争，而且还精准指出了战事可能开始的时间窗口。2023年，他又预告了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提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可能出现剧烈冲突。结果那年10月，以巴间果然爆发了流血战争。此外，更令人称奇的是，2024年4月，阿南德警示台湾地区要提防强震发生。结果话音刚落不久，台湾花莲果然发生了规模 7.2 的大地震。紧接着，在2025年，他对缅甸地震的预警也似乎一语成谶。由于累计多次言中，许多追随者开始奉阿南德为当代诺查丹马斯，甚至声称他10大预言的命中率高达 98%。虽然这个数字听起来有些夸张，但不可否认的是，阿南德的确用一系列成功预测让世人对他的下一个预言既兴奋又紧张。那么，阿南德究竟是如何进行预测的呢？原来，他沿袭的是古老的印度吠陀占星术。简单来说，就是透过天体运行的位置和相位来推算人类社会的未来走势。这种方法融合了天文观测、行星周期理论和历史模式分析，在印度有悠久的传承。阿南德年纪轻轻，却钻研梵文经典与占星学理多年，据称能把天象和人间大事对应起来。因此，在2025年岁末，他受邀到莫斯科参加一场论坛时，便以占星推演的结果为基础，发表了对2026年的最新预测。在那次演讲中，他语出惊人地指出，2026年将是人类文明一个400年一遇的重要转折点。何谓400年一遇？我们不妨先从更宏观的历史视角来看。上一次可类比的400年前，大约是17世纪20年代，那正是世界秩序巨变的年代。欧洲处于宗教战争的腥风血雨中，新大陆的殖民开拓方兴未艾，东亚则明清王朝交替在即，旧的世界格局在动荡中瓦解，新的势力版图正在诞生。而如今再过4个世纪，我们似乎又站在类似的历史门槛前。阿南德强调，2026年各种周期交汇将引发一场文明的大转型，旧有的体制会开始崩解，新兴的力量将趁势而起。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一次世代交替的剧烈阵痛，就如同凤凰涅槃前必先经历烈火的洗礼。听起来是不是既令人不安，又隐隐期待？阿南德甚至用星象来佐证他的看法，指出2026年前后正逢土星与罗喉，印度占星学名词对应月亮北焦点，产生重要合相，预示着某种结构性的终结与新生。他把这一年称作文明巨变之年，也就是说，人类即将走到一个分水岭，古老的一页即将翻过，新篇章正要展开。然而，新篇章展开之前，往往是风雨大作。阿南德特别点出，在2026年中，有3个阶段必须保持高度警戒，分别是4月、7月
和11月。为什么是这3个月份？根据他的占星分析，这些时段行星将形成凶兆叠加，可能引发重大事件。我们可以从现实角度来理解他选的时间点。4月时正值春夏之交，历史上常是局势突变的季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危机就是从夏天酝酿，7月盛夏则往往是冲突升温或天灾频发的高峰期。11月深秋初冬阶段，许多国家的政治经济节点集中，例如美国选举、财年结算等，也容易爆雷。当然，这只是一些联想。阿南德的重点还是在于占星所揭示的能量高峰。他警告说，2026年的4月、7月、11月将交织出3波特别动荡的能量浪潮。如果有大事发生，多半逃不出这3个窗口期。对此，我们不妨在行事历上做个记号。当这些日子临近时，格外留意国际新闻的风吹草动。那么在这些关键时段，哪些地区最需要提高警觉呢？阿南德明确点明了几个风险最高的国家和地区。首先就是中国以及整个东亚、东南亚板块。一个令中国观众感到意外又不安的细节是，阿南德特别指出中国的西北部和东北部地区需要注意。他没有在公开场合细说其中原因，但我们可以揣测一二。中国西北包含新疆一带，历来地广人稀，却战略重要。近年来，该地区既有民族宗教的敏感问题，也面临气候变迁带来的干旱挑战。东北地区则临近朝鲜半岛，牵动着整个东亚安全格局。阿南德可能透过星象看到这2个方向蕴藏变数。例如，若朝鲜、北韩政权在2026年出现重大变化，东北亚局势将随之震荡，而那冲击绝不仅限于当地，甚至可能牵动整个世界自由阵营与相关大国的博弈。一旦半岛生变，中国东北毗邻之地势必首当其冲。同样地，中国西北如果发生什么动荡，无论是地缘冲突还是自然灾害，都可能严重影响中国整体的稳定。因此，阿南德的暗示不得不令人深思。2026年，中国这头东方巨龙或许将感受到来自边陲的颠簸与撼动。再来看整个东南亚和环太平洋地区，阿南德在预言中强调，太平洋板块的巨龙将在2026年前后苏醒，环太平洋火环带可能进入一个活跃期。他形容地球进入了能量不平衡状态，大自然将以剧烈的方式泄愤。这意味着什么呢？他举例说，强震、火山爆发、极端天候等可能会同时在世界各地上演，尤其是太平洋周围。试想一下，如果火环带巨龙苏醒，第一波波及的会是哪？日本、台湾、菲律宾、印尼、纽西兰、美国西海岸，这些都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上，占全球地震发生率的90%，其中东亚和东南亚各国更是首当其冲。事实上，日本的科学家早已警告过南海海槽大地震的风险。台湾2024年的大地震也提醒我们，这一带地壳能量正在累积。如果地震巨龙真在2026年苏醒，我们恐怕将看到规模罕见的强震接二连三发生。阿南德甚至预言天空可能出现血红色的异象，伴随剧烈冰雹倾泻，听起来仿佛圣经的末日场景。不过，如果冷静分析，所谓天空血红，或许指的是极端气候或太阳风暴造成的大气异常现象，比如大规模的沙尘暴、森林大火的烟尘，甚至强烈极光、泛红天际。今年气候变迁导致怪异天象频现，加上太阳活动周期在2025至2026年达到峰值，的确可能出现罕见的天文气象景观。因此，阿南德对天灾的警示并非全无道理。在火马年这个双火之年，大自然的火气也许特别旺，要防范的除了地震、火山，还有极端的风暴、洪水与干旱交替出现。对东南亚国家而言，这可能意味着超强台风路径反常、季风雨季失常，以及火山群的不安静。尤其菲律宾这样的国家，不仅地震、火山频繁，还夹在南海争端的风口浪尖，可谓同时面临地震板块与地缘政治的双重高风险。阿南德点名菲律宾，正是因为如此，在他的预言中，这个国家既可能遭遇自然的巨变，又可能因南海局势而卷入大国角力，命运多舛。听到这里，
身处菲律宾或东南亚的朋友或许会忧心忡忡，但也因为提前知道消息，更可以早做准备。除了菲律宾，预言中还特别提到的国家包括北韩和日本。北韩我们刚刚谈了，它是朝鲜半岛局势的火药库，一举一动都牵动东北亚安全。阿南德警告北韩可能出现重大变化，让人不禁联想到各种可能，会不会是政权更迭、经济崩溃引发难民潮，亦或核武危机升级导致冲突？无论哪种，都将是震撼世界的大事。而日本方面，地震风险毋庸置疑的高企，同时地缘上也与中国、俄罗斯有潜在摩擦点。如果环太平洋地震带活跃，日本极可能首当其冲，遭逢强震海啸之灾。而在地缘政治上，假如2026年亚太出现军事冲突，例如台海紧张或南海擦枪走火，日本作为美国的盟友，也可能被卷进风暴。更不用说，日本自身也处在政治转型期，近年军事政策日趋强硬，经济又面临通货膨胀与高龄化等难题，可以说内外隐患都不少。难怪阿南德将日本列为高风险区之一。总的来看，他的预言把亚洲，特别是东亚、东南亚描绘成2026年全球动荡的阵中。回想过去几年，的确许多矛盾都在此累积。中美博弈焦点在亚太，两岸关系紧张，南海摩擦不断，朝核问题悬而未决，仿佛一切都在等待某个临界点。而那个临界点，会不会正落在2026年所标示的那些关键月份呢？这个问题值得每一个关心未来的人深思。谈到这里，你可能觉得心情有些沉重。阿南德预言中的画面几乎是灾难大片级别的，有没有一线光明可言？其实有的。阿南德在强调危机的同时，也提出了正面的展望，甚至可以说，他对2026年的期待中蕴含先破后立的积极意义。他预测2026年将可能成为医疗、科技领域快速突破的一年。我们不妨想想，人类科技常常在动荡时期反而加速进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苦难催生了雷达、火箭和计算机，冷战竞赛推动了登月计划和互联网。如果2026年真如他所言充满冲击，或许正是在压力之下，人类会激发出更多创新灵感。阿南德特别提到医疗科技、数学和科学研究有望在这一年取得惊人的成果。也许我们将看到难治疾病的突破性疗法问世，新能源技术的飞跃，甚至数学领域解决长久以来的猜想难题。不管具体表现为何，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期待的好消息。换句话说，乱世之中也自有英雄创造新机的时刻。阿南德似乎在告诉我们，不要只盯着可能的灾祸，还要看到乱局过后人类进步的契机。除了科技进步，阿南德的预言还透露出一个有趣的观点。他认为，未来几年印度将崛起为世界的文明避难所。按照他的说法，西方旧有的国际秩序在2026年前后会遭遇乱局与衰退，而拥有古老精神传统的印度将因婆罗门能量的回归而成为全球心灵复兴的中心。换言之，当西方国家忙于内部的混乱时，印度可能相对稳健上升，为动荡的人类提供精神层面的引领。这个说法听起来颇带印度中心论的色彩，也难免让人质疑其中的主观成分。然而从另一角度看，印度确实近年来在经济和国际地位上不断提升。假如2026年西方经历经济危机或社会动荡，而印度维持稳定成长，那么全球的目光势必更多转向印度。这或许正是阿南德所谓文明避难所的含义。毕竟印度有深厚的宗教哲学传统，强调精神的力量。如果科技失控，例如他预警的 AI 反噬，导致人类迷失方向，或西式物质主义陷入瓶颈，许多人可能会寻求东方式的智慧来寻找心灵寄托。阿南德点出的梵天能量可以理解为一种对传统价值和灵性追求的回归。他预言人类会在危机中反思贪婪和物欲，开始重新崇尚更简朴和有灵性的生活方式。这听起来颇有点末世救世的浪漫，但也契合许多宗教的预言模式：劫难带来顿悟，黑暗之后迎来光明。或许阿南德是希望传达这样的信息：2026年的巨变不仅仅是灾祸，更是一场人类精神觉醒的考验与契机。当然，在所有未来场景中，最令现代人关切的还有一项，
那就是人工智慧 AI 的发展走向。阿南德的预言特别警告了 AI 的反噬危机，他担心人类过度依赖人工智慧，而 AI 作为一种没有灵魂的智能，最终可能反过来对人类造成威胁。这是不是听起来很像科幻电影《魔鬼终结者》或《黑客帝国》的剧情？耐人寻味的是，这几年确实有不少顶尖科学家和企业家提出对超级 AI 的警告。随着类似 ChatGPT 这样的大型语言模型横空出世， AI 的能力正在以惊人速度提升，在某些领域甚至开始超越人类。而问题在于 AI 没有道德感和情感，如果我们把太多决策权交给一个无灵之智能，那后果可能相当可怕。阿南德从精神层面解读这个隐患，他认为 AI 缺乏人类的道德和同理心，一味追求效率和逻辑，长期下去会让人类本身的精神价值陷入虚空。如果有一天 AI 失控，他做出的决定可能完全不顾及人性。其实这和许多哲学家、伦理学家的担忧不谋而合。过度依赖智能系统，人类或将丧失独立思考和创造力，社会可能变得异常脆弱。我们已经看过太多科幻作品探讨这个主题，而阿南德似乎在预言这种 AI 危机可能在2026年前后显现苗头。试想，那一年如果真的灾难频仍，人们也许更倾向求助 AI 来解决问题，但一旦依赖加深，难保 AI 不会在某些关键领域出错，乃至觉醒，反客为主。这听起来虽然惊悚，但倒是再次凸显阿南德预言的一个核心精神：人类必须保持自己的理智与灵性，不可将未来完全托付给冰冷的技术。换句话说，他是在呼吁我们面对巨变时代，更要记得自己是有血有肉、有灵魂的主人翁，而非科技的奴隶。综合以上种种，阿南德把2026年描述成一场危与机并存的大考。他形容道，2026年将是腐朽时代的最后篇章，也是新黄金世纪的序幕。这句话耐人寻味，似乎预示着我们当下熟悉的世界正走向尾声，而一个全新的格局蓄势待发。那么对我们普通人来说，该如何面对这样一个多灾多变的年份呢？阿南德给出的建议很朴素，但极为重要：保持冷静，培养心理韧性。他强调，在乱世中最可怕的往往不是外在的冲击，而是人心的崩溃。无论是恐怖袭击还是战争威胁，幕后黑手往往利用的正是人们内心的恐惧。一旦整个社会陷入恐慌，做出非理性的决策，就正中混乱势力的下怀。因此，唯有在巨变前夕训练自己的心态，临危不乱，才能真正立于不败之地。这番提醒可谓切中要害。回顾历史，每当大灾大难降临，人们若惊慌失措，灾祸往往进一步扩大；反之，镇定自若才能化险为夷。我们不妨把阿南德的预警当作是一种心理演习，先假设最坏的情境，想一想自己该如何应对，未雨绸缪，就不会手足无措。比如生活在地震带的人是否准备好了紧急避难包，身处动荡地区的人是否关注局势以便及早避险，金融市场投资者是否分散风险而不孤注一掷。这些都是非常现实而有用的准备。就算最终那些灾难没有发生，做好准备也绝非坏事，毕竟它增强了我们面对不确定性的底气。阿南德的预言无论准确与否，都提醒了我们居安思危的重要性。话说回来，预言毕竟是预言，并非铁板钉钉的宿命。在听完阿南德的种种惊人论断之后，我们也有必要保持一份理性的观察与怀疑。历史上从不缺乏预言家，一些著名的预言如诺查丹马斯百诗集、中国的推背图，乃至盲眼龙婆、88万家等等，每逢乱世总会被翻出来热议一番。然而真等尘埃落定回头看，有的预言中，有的巧合附会，更多的则是曲解与错漏。阿南德的走红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当今人们对未来的不安全感。我们渴望从预言中找寻线索，宁可相信天上星辰早已写好剧本，也不愿承认未来充满随机和无常。这或许是人类面对不确定性时的一种心理安慰，但也正因如此，我们更要谨慎，不可偏听偏信。就拿阿南德本人来说，他过去的预测并非百发百中，
例如，他曾预告某些年份会出现全球粮食危机或金融崩盘，结果那些年份虽然多事，但并未如他所言爆发全面灾难。因此，一些专家提醒，阿南德的预测虽然有有趣的参考价值，但终究缺乏科学依据，不能作为行动的唯一指南。我们应以平常心看待，既不要过度迷信，造成不必要的恐慌，也不要一概嗤之以鼻，错失提前防范的良机。毕竟，理性和警觉并不冲突。我们完全可以一方面保有敬畏之心，关注预言提示的风险领域，同时另一方面用科学和常识来检视其可信度，并做出合理准备。那么，2026年的命运究竟会如阿南德所说般惊心动魄吗？随着这个火马年的脚步日益临近，全世界都将拭目以待。我们可以把这场即将到来的年份想象成一场大戏的最高潮，种种伏笔已经埋下，各种矛盾逐渐升级，仿佛就等2026年这道引线被点燃。然而剧本并非完全注定，我们每个人也都是这出戏的参与者，而非仅仅观众。阿南德提供了一种剧本的可能性，但人类社会有太多变量，天灾人祸往往在一念之间，也许就被避免。回头看2020年，新冠疫情的确印证了预言，可人类也快速研发出疫苗渡过难关。同样的，即便未来冲突四起，只要各国领袖和人民多几分清醒与克制，也未尝不能化干戈为玉帛。预言中的图景有时像警钟，作用在于提醒我们注意那些被忽视的隐患。如果我们听到了警钟，及早补强短板，也许最坏的结局就不会发生。就像古人所说，星辰指引倾向，但不强迫发生。星象也许透露了危机的可能性，但人类的自由意志仍可以改写部分结局。最后，让我们再回到阿南德反复强调的几个重点，那就是标记好2026年的4月、7月和11月。或许在那些日子里，我们真的会见证历史骤然转折的一刻。也许突然间某国发生了惊天动地的事件，或者金融市场在某周遭遇剧烈震荡，又或者自然在某日展示了它无与伦比的威力。我们现在无法确知细节，但未雨绸缪总是明智的。请记住，真正的勇者从不畏惧预言，因为他们相信备遇不虞，无畏危惧。当2026年的风暴来袭时，如果我们已有所准备，那预言带给我们的将不再是惊恐，而是一份从容与洞见。相反，如果那一年最后风平浪静，这些准备也不过让我们变得更坚强而已。总而言之，阿南德的预言为即将到来的火马年蒙上了一层神秘而刺激的色彩。有人将信将疑，有人嗤之以鼻，但更多人选择抱着观望又戒慎的态度。毕竟，谁也不能否认，当今世界正处于多事之秋，疫情的阴影犹在，地缘冲突此起彼伏，极端气候频繁上演，人工智慧日新月异。即便撇开预言不谈，2026年前后，我们也能感受到一种大变将至的氛围。也许正因如此，阿南德的话才引发如此强烈的共鸣。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一个少年的占星预测穿越语言文化障碍，被那么多人关注和讨论，这本身就说明了人们内心对未来方向的迷茫和渴望。最后，我们不妨提出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如果2026年的巨变真的到来，那会是宿命的安排，亦或只是人类自己累积的矛盾终于无法压抑地爆发？也许两者皆有。如果从占星角度看，天象不过是提示着人间的能量走向；如果从因果角度看，今日的乱局多半源自昨日的选择。人类对地球的掠夺，对彼此的敌视，终于在某个临界点迎来清算。巧合的是，那恰好落在星象的不祥之时，于是就有了天人感应般的宿命感。而预言的价值，也许正在于提醒我们反思，能否在巨变之前尽力修正我们的道路。火马年的传说中，烈火与骏马象征着难以驾驭的强大力量，但火也能炼出钢铁，马也能载我们前行。我们期望2026年虽惊险，却能成为人类触底反弹、绚丽转折的一年。现在该说的都说了，那几个重要的日子您也记下来了。当时钟敲响那关键的时刻，我们就一起见证历史吧。愿我们都能以冷静与勇气迎接这场未知的考验，等待暴风雨后的新天地。记住，危机中有转机，黑夜中有黎明。
我们期待着2026年的故事最终能给出一个令世人欣慰的答案。今天我们来聊聊2026年东亚可能出现的大震荡。为什么许多人都说台湾将成为全球焦点？这源自近期甚嚣尘上的一些预言。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英国预言家帕克的说法很明确，他直指台海在2026年前后会出现重大军事冲突。但令人惊讶的是，他也强调台湾最终会是安全的。2026年最新的预言讯息已经曝光，内容可谓震撼人心。难道真的如预言所言，中共政权将迎来终局？今天就让我们深入探讨这些预言与现实迹象，看看2026年的东亚究竟会发生什么大事。首先，我们需要了解台海局势为何会成为预言焦点。过去几年，台海紧张情势不断升温，各种军事动作此起彼伏。美国前印太司令戴维森早在2021年就警告，中共可能在2027年前具备犯台能力，而2025年更被不少军事专家点名为风险高点。有人担心中共可能会在那一年伺机动武。然而，真正让台湾成为全球焦点的是地缘政治格局的巨变。俄乌战争爆发后，国际社会更加关注台海。一旦台海有事，不仅决定两岸命运，更将深刻影响21世纪的国际秩序。正因此，各种预测和传言都围绕着未来几年台海是否爆发战端。而帕克的预言正是众多声音中分外引人瞩目的一个。帕克何许人也？他是一位英国的知名通灵预言家，据称过去曾精准预测川普当选美国总统、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等事件，因此被一些媒体称为心神鬼先知。当然，预言这种事情从来都饱受争议，但帕克的言论仍然吸引了许多人注意，尤其当他谈到东亚和中国时，他的描述细致而惊人。在帕克看来，2026年将是极其关键且充满灾难性的一年，许多重大事件会在这一年集中爆发。我们先从台海军事冲突的预言开始说起。帕克早在2024年初的一次直播中就透露，他看见台湾周边的某个外围岛屿上会出现刀光剑影。他当时形容，就像有人宣布我们夺取了你的一座岛屿那样的场景。这暗示着什么？很可能是中共对台湾控制的外岛发起了某种袭击或登陆行动。台湾有一些外围岛屿，比如位于南海的东沙群岛，或是靠近中国大陆沿岸的金门、马祖等离岛，一直被视为可能的冲突热点。帕克的预感让人联想到，中共也许会冒险夺取其中一个岛屿，以测试台湾和国际社会的反应。更令人细思极恐的是，帕克提到了引发冲突的可能导火索。他说他感觉到可能会有一次意外碰撞事件，一开始或许是飞机在空中相撞，或者潜艇在海中碰撞，甚至两者都有。这种说法并非凭空乱想，因为近年来台海周边已经发生多起惊险的擦枪走火边缘事件。例如，中共军机多次危险贴近美军侦察机或台湾军机，有时仅几公尺之差擦身而过。中共军舰也曾在公海上对美军舰做出高速逼近、逼迫改道的动作。每一次惊险画面曝光，都让人捏一把冷汗。一旦任何一方计算错误发生擦撞坠毁，后果难以想象。帕克正是担心，终有一次这种近距离测试会出意外。试想，如果某架战机在台湾周边领空被撞下来，或者某艘潜艇在台海擦撞沉没，相关各方会不会误判为攻击行为？届时怒火上冲之下，冲突就可能一触即发。帕克甚至将这种场景类比为第3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有媒体标题将他的警告形容为台湾将爆发恐怖空难，成为3战导火线。虽然这表述耸人听闻，但仔细想想也非毫无根据。一场偶发事故如果发生在敏感的台海前线，完全可能点燃大国间的战火。然而，在描述这可怕的冲突景象时，帕克也同时给出一个出人意料的结果：台湾将安然无恙，最终是安全的。也就是说，即便台海发生军事冲突，最终局势的走向对台湾有利，台湾并不会被中共征服。帕克为什么这么认为？他进一步解释了他所看见的画面：当新的台湾领导人面对挑衅时，他将立场坚定，极为强硬，绝不退让。
我们知道，2024年台湾举行总统大选，现任副总统赖清德胜出，将于2024年5月就任总统。赖清德在中共眼中被贴上台独工作者的标签，因此北京当局对他尤其敌视。如果他上任后，中共果真在外岛挑衅，赖清德预料会采取强硬态度，不会因威胁而改变捍卫主权的立场。帕克的预言还提及了国际反应，这点同样耐人寻味。他表示，台湾在危机时将获得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合作与支持。注意，他用的是合作与支持，而非明确说出军事同盟。这似乎暗示着，即便没有正式的共同防御条约，在重大冲突发生时，日本和澳洲也会以各种方式介入，站在台湾一边。帕克形容，他看到台湾最终拥有非常先进的空防技术，且这些技术来自与日本的共享合作。这可能意味着日本向台湾提供尖端的防空雷达、飞弹拦截系统等军事技术，但形式上可能不是直接军援，而是以技术交流合作的名义。不仅如此，他还提到其他国家也会卷入，特别是澳大利亚。他看到澳洲在该地区派遣了军舰，这一幕让人仿佛置身未来的战场。美日澳等印太盟友组成防线，共同阻止中共武力改变现状。帕克甚至对时间节点也做出推测，他觉得这种局面可能会在2024年前后开始发生。当然，2024年已经过去，台海虽然风高浪急，但尚未爆发战事。如果往后推算，2025年、2026年依然是危机潜伏的高峰期。事实上，美军将领和智库也多次推演过相似情境。例如，有说法认为2025年中共可能突袭东沙岛，或者2026年在台海挑起有限冲突，以测试美国的决心。这和帕克的预言不谋而合。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帕克对国际领导力的看法。他直言，当前自由民主世界缺乏强有力的领袖，他几乎数不出几个能让人真正信任，并有勇气带领世界走出困境，或与强硬对手谈判斡旋的西方领导人。这番话或许是在影射当时美国政府和其他西方国家的现任领导者。在帕克看来，美国现任政府对中共威胁的认识不够深，或者假装看不见。相较之下，日本和澳洲反而有更强的警觉心。美国长期奉行对台湾的战略模糊政策，态度有时摇摆不定，但是日本却清楚地认知到，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澳洲也明白，第一岛链一旦失守，自身难保，所以帕克才会预见日本和澳洲将更加积极地参与防卫台湾。这番分析其实和现实趋势颇为契合。日本近年大幅增加国防预算，部署长程飞弹，防卫离岛，调整安保政策，为台海紧急事态做准备。澳大利亚则与美英组成 AUKUS 联盟，要取得核动力潜艇技术，并计划增购美国高超音速武器，显示出防范中共扩张的决心。澳洲战略界有人警告，战争可能在3年内到来，将当初官方预估的10年内无战事大幅提前。原因很简单，澳洲人切身感受过中共的经济胁迫与渗透，早已心生警惕。他们担心美国未必可靠，所以必须和志同道合的亚洲伙伴加强合作。帕克预言中，日本和澳洲一道出手保卫台湾的场景，正是这种国际现实心态的反应。如果台海本来只是两岸冲突，一旦演变成多国介入，那确实会上升为亚太乃至全球焦点。试想一下，若日本提供技术，美国提供武器与情报，澳洲派出舰艇，甚至印度等国也施以援手，那么中共将面临一个庞大的国际联盟防线。这样的军事冲突不仅决定台湾存亡，也决定整个东亚力量格局的未来走向。难怪被形容为影响全球秩序的试金石。谈完军事方面，我们再看看帕克对中国内部局势的惊人预言，这部分才真正让台湾乃至全世界投以震惊的目光。帕克明确指出，他认为2026年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统治的终结之时。换句话说，他看到中共政权在那一年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甚至倒台。这可是一个石破天惊的预言。要知道，中共执政70余年，其统治看似稳固，尽管近年经历经济下行、防疫风波等挑战，但任何预测中共垮台的说法依然显得大胆。
然而帕克言之凿凿，并给出了他看见的多重迹象，描绘了中共可能走向末日的剧本。首先是经济问题，帕克表示，中国经济的隐患正在迅速累积，2026年恐怕会成为这些问题全面爆发、引爆危机的一年。他提到了几项关键症状，包括工人被拖欠工资，制造业和地方财政陷入困境，债券违约频传，资金冻结现象蔓延，整个金融系统开始出现裂缝，房地产市场进一步恶化，原本就摇摇欲坠的楼市泡沫终于破裂。这些听上去几乎像经济灾难片的情节，然而我们回顾现实，会发现帕克所言非虚。2023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明显，青年失业率攀升到前所未见的高位，官方甚至停止发布相关数据，以免引发恐慌。多家大型房地产开发商相继暴雷，恒大地产、碧桂园等巨头债务违约，烂尾楼问题导致许多买房者断供抗议，地方政府财政捉襟见肘，甚至传出部分地区公务员减薪、教师讨薪的消息，还有理财产品暴雷、银行挤兑等金融风险苗头，让金融系统开始出现裂痕。帕克提到的每一项经济乱象，其实都已在酝酿，只是尚未全面爆开。在他的预言中，2026年前后，这一连串经济脓疮将被揭开，中国多年累积的结构性债务和泡沫被迫曝光。当经济陷入乱局，失业潮来袭，金融风暴迸发，帕克强调，一旦中共失去对经济的掌控力，其执政合法性将动摇。这其实很好理解，中共长期以经济增长作为合法性基础，向人民宣称，只有我们能带来繁荣。如果经济崩盘，老百姓饭碗不保，对执政者的不满就会直线上升。在中国那种体制下，经济不稳很容易迅速转变为社会动荡和政治危机。帕克紧接着预见，中共的政治环境也会在2026年发生巨变，他甚至用了翻天覆地一词，暗示变化之大超乎想象。他明确表示自己认为2026年就是中共终结之时。他具体提到了几个让人瞠目的细节。首先，中共常年在全球布局的影响力网络会在这一年陆续被曝光。帕克举例说，可能指的是英国方面近期揭露出多起中共渗透政界的丑闻。未来我们将看到更多跨国丑闻被揭露，涉及中共以金钱收买政治人物、渗透西方大学体系等等。他甚至提到西方社会中流行的某些觉醒运动，也就是所谓的政治正确议程，背后可能夹杂着来自中国与俄罗斯的资金在推波助澜，目的在于削弱西方社会的凝聚力。这些指控听起来像惊悚小说，但事实上西方情报和媒体近年也揭露了许多中共对外渗透的细节，包括金钱游说、文化统战、情报收集等等。帕克认为2026年前后可能会出现一次大规模的资料外泄或系统性揭露事件，公诸于世，中共输出影响力的证据。当这些黑幕被撕开后，国际上对中共的态度将更趋强硬，中共多年苦心经营的全球关系网将四面漏风。而在中国国内，帕克预见的画面更是戏剧性。他说，习近平的健康和政治权威都将在2026年明显衰退，到了2027年可能已经下台，这几乎在预告习时代的终结。帕克甚至描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细节，习近平将经历一次大型且备受争议的器官移植手术，他推测可能是肾脏移植，并暗示器官来源可能涉及死刑犯，从而引发巨大的舆论震荡。如果真有这样的事发生，其冲击可想而知。一方面，最高领导人重病需要换肾本，就足以引发权力真空的恐慌。另一方面，非法器官来源的丑闻将成为政治核弹，彻底击毁中共自诩的伪光正形象。值得一提的是，坊间确实长期有习近平健康不佳的传闻，有时他露面走路姿势异样，或久未公开现身，都引发外界猜测。如果帕克所言成真，那意味着习近平可能已无法稳坐权力宝座。更惊险的还在后头，帕克预言，同一时期，中国将有一名军方或安全系统的高层人物突然失踪，随后被宣布在诡异情况下死亡。外界将普遍猜测这是一次未遂政变的结果，也就是说，那名高官可能企图发动政变但失败，被清除。这个情节可谓高潮迭起，仿佛政坛惊悚片。
然而在对照现实，我们发现中共高层内斗的迹象早已存在。2023年就发生过几桩离奇的人事事件，国防部长李尚福和外交部长秦刚先后失踪，最终被免职。期间官方没有公开交代原因，引发无数阴谋论。虽然事后当局声称涉及腐败或作风问题，但很多分析认为背后牵扯习近平整肃异己、党内权斗，因此未来1-2年会不会有更大的风波？帕克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在他看见的画面里，党内派系撕裂，权力斗争在2026年将加剧到极致，甚至引发一场足以动摇政权的大震荡。尤其围绕习近平的病情和接班问题，党内会进行大规模的信息封锁和政治掩饰，各派暗中角力，你死我活，或许有人会铤而走险，试图抢班夺权。就在权斗暗流涌动之时，帕克还预言2026年前后，中国会发生一场带有天命崩裂意味的重大灾难。他举例说，可能是铁路与轨道交通系统发生严重坍塌事故，也可能与三峡大坝工程的结构风险有关。总之，将造成大量伤亡，被视为中国工程体系和政权执行能力的象征性转折点。这听起来令人毛骨悚然，难道会有高铁出轨坠桥、大桥断裂，或甚至震慑天下的三峡大坝溃决？我们无从确知，但三峡工程这几个字无疑刺痛许多人的神经。三峡大坝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坝工程，也是中共的形象工程。然而自建成以来，有关其安全隐患的讨论不绝于耳，尤其近年极端天气频发，长江流域洪水接连而至，三峡每逢汛期都面临蓄水与泄洪的两难。如果帕克暗示的灾难真与三峡有关，那将是对中共统治合法性的毁灭性打击。毕竟中国传统观念里，朝代末年常有天灾映衬政权失德，所谓天怒人怨，天命不在。所以2026年若发生严重工程灾难，势必被解读为天意，昭示中共气数将尽。让我们回头看看今年年底发生的一件真事，它似乎验证了帕克部分预言。2025年11月底，香港竟然发生了震惊世人的超级大火灾。香港大埔区一个大型住宅屋苑鸿福苑在进行外墙维修时起火，熊熊烈焰迅速沿着棚架蔓延，烧遍7栋大楼的外墙。这场火灾延烧近2天，造成超过120人罹难，数百人伤亡失踪，是香港近代史上死伤最惨重的事故之一。一时间香港社会哀痛与震惊交加。而令人寒毛直竖的是，就在火灾发生前不久，帕克才在节目中预言香港将在年底有大事发生。如今回头看，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火正是他的预言之应验。帕克在最新的预言中指出，他感觉香港大火背后并不只是意外事故，而是带着强烈政治意味的事件，会在香港社会掀起新一轮的指责与对峙。事实也许正如他所说，火灾发生后，香港舆论开始追究种种管理疏失和黑幕问题。有人质疑维修工程为何使用不阻燃的竹棚和尼龙网，是否有建筑商为了节省成本偷工减料，甚至有人直指香港官场存在官商勾结，制度失火，才酿成这场人祸。这些对政府的愤怒指责，显示香港市民心中积压的不满仍然强烈，并未因高压管制而泯灭。帕克进一步暗示，香港未来将难以平静，可能再次成为风暴的中心。他甚至说，高楼大火可能只是新一轮动荡的导火索，其背后隐藏着与台湾局势、区域政治联动的更大风暴。试想一下这样的场景，2026年前后，香港民众因事故真相问题与政府持续对峙，大陆内部经济困顿，官民矛盾激化，台海这边中共对外挑衅却碰得头破血流，反而激起国际反击，整个东亚局势宛如火药桶周围窜起多道火苗，彼此遥相呼应。帕克还提到一个关键角色，就是印度。他感受到中俄关系在暗中出现了微妙的扭曲，而印度将成为其中博弈的关键角色。这又是怎么回事？我们不妨这样理解，帕克看见俄罗斯境内有一座大型军工厂遭到重创，这不仅仅是油田被袭击导致油价上涨的问题，而是一场更为隐秘、更具战略意味的破坏行为。他说他看到俄罗斯的军工厂正在俄境内被攻击和毁灭。帕克强调，
他并不认为中国会直接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因此那些出现中文标识的武器残骸背后必定有隐情。例如，这是否意味着俄罗斯早就在囤积中国制武器？因为这次暴露，帕克感觉到中俄关系中存在一种微妙诡异的张力。表面上两国并非公开冲突，但私底下围绕武器市场甚至地缘影响力展开了深层博弈。他看到中俄之间的关系线条正在轻微扭曲，而印度将在这场博弈中扮演要角。帕克暗示，这种裂痕目前还不会导致中俄公开决裂，但在2026年前后可能逐渐浮出水面，成为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变化的一个隐秘信号。可以想见，如果俄罗斯因战事不利开始对中国有所猜忌，而中国对援助俄罗斯又态度犹疑，那么原本稳固的中俄联盟就可能出现嫌隙。再加上印度崛起后在国际舞台上地位提升，整个大三角关系都在变化，这对东亚局势而言无疑又增添了一层复杂性。说到这里，我们看到帕克描绘的2026年图景是何等惊心动魄。台海有惊险一战，但台湾挺住了。中共内外交困，经济崩盘，政权内斗，政变四起，领导人重病垂危，甚至需要换肾，社会动荡，灾难频仍。香港和国际接连出现针对中共的不利事件，全球力量对比因此改写。难怪帕克用极具灾难性的一年来形容2026年。如果他的预言成真，那对中共而言将是末日狂潮，对东亚而言将是一场地动山摇的大震荡。然而，这一切真的会发生吗？还是说只是巧合与巧妙的推演？在怀疑之前，我们或许该注意到，除了帕克，许多古今中外的预言和迹象也在指向这个年份，仿佛冥冥之中有某种安排。其实早在社群媒体上就流传着奇人王恩庆的传说。这位中国大陆的命理奇人据称曾被京城权贵奉为国师级的人物。他生前对中共的未来做出过一个惊人预言，声称中共红潮的气数只有5位最高领导人将亡于一个丙火年。怎么解释呢？他指中共国旗上的5颗星星代表了中共5代党魁，分别是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没有第6颗星，因为第5代党魁就是掘墓人。习近平作为第5任中共最高领导人，将亲手把共产党送进坟墓。而下一个丙火年正是2026年，2026年是丙午年，五行属火，午为马，所以也称为赤马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这个说法和帕克的预言时间不谋而合。2026年，中共建政77年，自1949年建政起算刚到终点。习近平此时满73岁，虚岁74岁。所谓73、84，阎王不请自己去。中国民间一直有这种说法，觉得人到了73或84岁是个生死关口。虽说这只是迷信巧合，但正如俗语所说，人算不如天算。更有趣的是，还有不少流传在民间的隐晦预言同样指向2026年前后，好似众星拱月般交汇于此。一部在民间秘传的奇书《铁板图》，最后一幅画面就耐人寻味。山谷间有4只黑鸟飞过去了，唯独第5只白色羽毛的鸟半途撞山而亡，鲜血淋漓。旁边还写着一行小字：白羽毛鸟儿撞死在山这边。许多人根据这句话解读，白羽毛的鸟指的就是繁体字习，因为习字上半部像羽毛，暗示习近平最终会折翼半山，飞不过彼岸。民间还有一句玄妙的老话：画江湖，实难逃。据说画指华国锋，因为华语画同音，江指江泽民，胡指胡锦涛，实在某些方言里读作西，实难逃就是说到了习近平这里，中共政权很难逃脱完结的命运。还曾流传过一个离奇的临终遗言故事，有位60多岁的老人，其母亲在文革前去世前经常在家念叨一些奇怪的话：猪死了要刮毛，刮了毛滑溜溜的，炖肉要加水，水开了要沸，最后要熄火。随着年龄增长，他陆续明白了这些话的意思。猪指朱德之死，刮毛指毛泽东去世，滑溜溜指华国锋下台，炖肉要加水里的炖字的读音接近邓小平的邓，水象征江泽民，沸的发音复，
近似胡锦涛的胡，最后熄火则暗指习近平。整串隐喻把中共历任领导依次点到，结局便是熄火，习的时代大火也熄灭，中共终结。另外2002年在中国贵州平塘县长布乡发现了一块震撼世界的藏字石，那是一块天然断裂的巨石，剖面上赫然刻着中国共产党亡6个大字。据中共官方调查，这些字都是天然形成，没有任何人工雕刻的痕迹。经专家鉴定，这块藏字石距今已有约2亿7千万年历史，上天似乎早已对中共的命运下了判词，中国共产党在劫难逃。有高人从天象角度解析，认为中共的国运应该是77年，到2026年结束，前后误差不超过1年，也就是说，中共有可能在2025或2026年灭亡。当然，预言终究是预言，未到尘埃落定之时，谁也无法笃定结果。或许帕克的某些细节会有偏差，毕竟未来瞬息万变，而且中共政权看似庞大强势，怎可能说垮就垮？这也是许多理性人士质疑之处。然而历史告诉我们，大帝国的崩溃往往就在顷刻之间。苏联解体前夕，又有几人能料到红色巨人会在一夜之间分崩离析？而现在，中共正面临类似的内外交困，经济荣景不再，社会矛盾暗伏，高层斗争加剧，国际围堵渐强。如果再遇上战事失利或天灾降临，集权体制内部一旦失控，崩盘速度可能远超想象。一位预言家提供的是他灵视中的图景，也许夹杂主观解读，但却给我们换了一种思考现实的角度。还有一个来自灵性领域的预言值得一提，在帕克之外，另一位名叫布兰登的预言师也谈到了中国的未来。他在节目中提到，似乎看到中国将经历一场大规模的精神复兴，宗教信仰和精神力量会从长期的压制中慢慢苏醒，由弱转强。那种罩在人们心头，不让大家有信仰，也不让大家看清真相的铁幕将被打破，人们将开始苏醒。换更直白的说法，它指的很可能是中国长期的无神论框架将被松动甚至瓦解，人心上的枷锁会被彻底解除。一对照其实不难发现，两位预言家的信息在某种程度上互相印证，大震荡之年也可能就是大复兴之年。想象一下那样的图景，2026年东亚风云突变，中共统治崩解，在短暂的混乱过后，中国社会挣脱思想枷锁，人们重新寻找信仰和价值观，长久被压抑的良知与传统回归人心，新的政治社会秩序开始萌芽。对世界而言，这将是一场巨大的巨变。一个10几亿人口的大国改朝换代，影响之深远，可比肩1991年苏联解体，甚至犹有过之。届时东亚的政治版图将被重绘，国际格局也将进入新的篇章。而台湾作为这场历史巨浪中的关键一环，将何去何从？从所有预言迹象来看，台湾反而可能在大震荡中稳如磐石，甚至成为带领华人世界走向新纪元的灯塔。台湾多年来坚持民主与自由，经受住了外交孤立和军事威胁的考验。如果中共倒台，那些压在台湾头上的战争阴云将瞬间消散，台湾不再需要天天提心吊胆，防备飞弹与军舰的威胁。而台湾作为成功的民主范本，或许会在中国巨变后发挥更大的作用。可以想见，国际社会将更加重视台湾的战略价值，因为台湾的存在证明了华人社会完全可以在民主制度下繁荣稳定。一旦中国政权更替，台湾可能成为协助大陆重建秩序、提供经验的榜样和桥梁。当然，短期内难免有难民潮、安全外溢等挑战，但长远看，那将是两岸关系和平新生的契机。总而言之，2026年在各种预言中被赋予了浓重的一笔。东亚大震荡，台湾成全球焦点，似乎命中注定要在那一年上演。帕克的预言将信将疑，但他所描绘的脉络，其实我们已隐约看见开端。经济泡沫幻灭的征兆，政治压力锅的喷发，军事对峙的白热化，都在一步步逼近临界点。或许最终的剧情不会与预言者描述的每一细节都吻合，但如果我们静心观察时局，就能发现历史的巨轮确实在向着某个转折点滚动。
当那一刻来临时，恐怕世人无不将目光投向台湾海峡，投向北京，投向整个东亚，那将是见证新旧时代交替的历史瞬间。希望届时我们都能平安度过乱局，迎接一个更和平、更自由的新时代。正如古人所云，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或许2026年的惊涛骇浪之后，东亚会迎来转机，迎来令人欣慰的春天。到底预言是否灵验，最终还是要由历史给出答案。而身为这个时代的亲历者，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保持清醒，审慎以对，既不盲信危言，也不掉以轻心。当风暴真的来临时，唯有坚守普世价值和人性良知，才能让我们在巨变中立于不败之地。让我们拭目以待，迎接2026年可能到来的巨大考验与契机。今天我们来聊聊2026年可能发生的那些惊世预言。这些预言来自一位被誉为国际灵媒的女士，名叫朱迪，常年活跃于洛杉矶，拥有通灵和占星背景。她的直觉异常敏锐，累积了25年超自然领域的经验，许多知名人士都是她的客户。近年来，由于一系列惊人的预测成真，朱迪声名大噪。比方说，早在2022年之前，朱迪就预言了俄罗斯会发动战争，结果2022年俄军果然入侵乌克兰，验证了他的先见。朱迪还提前预见了英国女王的离世，当年9月，英女王果然驾崩。此外，他成功预测美国前总统川普将在2024年卷土重来竞选总统。随后川普的确宣布参选，他甚至指出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会在中共20大上顺利连任，这也如期发生。随着一桩桩大事被他言中，朱迪获得了神准通灵师的美誉。如今时针指向即将到来的2026年，朱迪最新发布的一系列预言更是让人瞠目结舌。他认为2026年将是充满巨变和震荡的一年，世界格局可能出现大洗牌。在这份惊人的预言清单中，既有牵动亚太安全的台海局势走向，也有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最终命运，还出现了世界大国领袖遭遇暗杀的震撼场景，整个世界秩序可能因此重新排列组合，更有一长串自然灾难和异象将接踵而至。接下来我们就深入探讨朱迪对2026年的这些主要预言，看看其中隐含了哪些令人不寒而栗又发人深省的讯息。首先，让我们从亚太焦点，也就是台海局势谈起。朱迪在预言中指出，2026年的台湾海峡局势虽然依然紧张，却未必会爆发全面冲突。多年来，台湾海峡一直是国际间最敏感的热点之一。中共军力不断扩张，解放军的战机与军舰频繁在台海周边演习骚扰，时刻测试着台湾的防御底线。事实上，2024年底，台湾将完成新一轮总统大选，民进党候选人赖清德预期将接任总统，而朱迪也曾精准预测了这一结果。新领导人的上任对两岸关系是新的变数，北京可能试图在台湾政权交替之初透过军事高压来下马威，因此2026年初解放军的恫吓行动恐怕更为频繁。然而朱迪的预知画面显示，至少在2026年，台海不会出现大规模战争。中共将在2026年持续加强对台湾周边海空域的巡逻和军事存在，解放军的战机与舰艇甚至会更加频繁地在台湾附近演习，对台湾形成长期高压的态势。但这种咄咄逼人的武力示威最终将点到为止，并未跨越真正开战的红线，让人不禁联想到1996年的台海飞弹危机。当年解放军以飞弹试射恫吓台湾，但在美国2艘航空母舰巡弋介入后，中共适可而止。朱迪的预言似乎暗示2026年的紧张局势将重演类似剧本，中国展示武力但收敛于临界点，美国则以强硬表态维持现状。尤其在朱迪的画面中，美国的动向对局势走向举足轻重。他预见一个特殊的背景，即2026年美国将由川普重新执政，这意味着美国对中国的态度会强硬但务实。川普政府划下清晰红线，不允许北京武力侵犯台湾，甚至传出川普本人可能在2026年4月访问中国，与习近平会面，期间双方达成某种默契或协议。
使得北京在川普任内不至于对台动武。朱棣认为，只要美中之间保持一定程度的沟通与交易，北京就会暂时收敛，在台湾问题上避免直接触发与美国的全面冲突。换言之，2026年的台海局势虽然持续紧绷，军事挑衅此起彼伏，但真正大战一触即发的危机将被国际力量所遏制。然而，这种不战不和的局面对台湾而言仍充满压力与挑战。朱棣提到，北京在经济和外交上也会对台湾加大打压力度，比如透过贸易制裁、阻挠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等手段来孤立台湾。不过他强调，这些手段对台湾核心产业的影响相当有限，特别是台湾最关键的晶片半导体产业，尽管面临来自大陆的掣肘，预计仍将正常运转，继续在全球科技供应链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换句话说，中国对台湾施加的经济与科技限制无法真正摧毁台湾的产业优势，台湾经济仍将保持韧性。面对高压威胁，台湾民众也展现出坚定不屈的意志。政府积极强化防务部署，争取更多先进武器，同时全社会提高警觉，频繁演练各种防空、防灾措施，以备不时之需。可以说，台湾将在风雨飘摇中锻炼出更强的生存能力，继续在夹缝中坚毅前行。值得注意的是，朱棣在预言台海局势时，还透露了一桩令人匪夷所思的神秘现象。他表示，2026年，人类可能会目睹海洋深处出现一系列诡异的绿色光体，就好似一支潜伏于深海的绿光舰队在暗潮下穿梭。这些绿光物体并非任何常规船只或自然现象，被视为某种不明物体，极可能与外星智慧的活动有关。更惊人的是，他警告这些海底的绿色光点，未来恐会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试想，在紧张对峙的台海周边海域，除了人类的军舰、潜艇之外，若还潜伏着未知势力的神秘舰队，将会给台海局势平添多么扑朔迷离的变数。如此场景，恐怕连美国太空总署、NASA 等权威机构目前都讳莫如深，不敢轻易公开谈论。但朱棣的预言已经抛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难道在台海波涛之下，还隐藏着我们未解的秘密？谈完台海，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北京的中南海。朱棣的预言清单中，一项引人注目的内容，就是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2026年前后的命运走向。在现实中，习近平自2012年接掌中国以来，打破了中共领导人任期和年龄方面的惯例。他废除了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并在2022年成功连任第3个任期，一路集权至今，成为中国执政时间超过10年的强势领袖。然而，习近平会一直掌权下去吗？朱棣给出了他的答案。根据预言，习近平可能会在未来2年内逐步退出最高权力的位置。朱棣具体提到，中共第21次党代会将于2027年召开，届时习近平将年满74岁，已经超过党内7上8下的非正式规矩，意指中共高官年逾70岁需退位，这形成了一道隐形的年龄门槛。朱棣预见习近平和另一名中共要员蔡奇很可能会在21大之前选择退居2线或者转换职务，把权杖交给新一代领导人。也就是说，到2026年接近尾声时，习近平的政治生涯或许已进入倒计时阶段。那么谁可能接班呢？预言中浮现了一个名字，就是尹洪。尹洪现任地方大员，曾主政上海市委，被视为习近平信任的中生代之一。在朱棣的远见里，尹洪有望在未来跃升为中共最高领袖的人选之一。此外，一个备受关注的名字也出现在朱棣的预言中，这个名字就是胡海峰。胡海峰是前国家主席胡锦涛之子，目前担任地方官职。朱棣暗示，胡海峰将来有可能获得更高的政治地位，成为中共权力舞台上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如果这些预言成真，中共内部将上演一场新老权力的交接，延续10多年的习近平时代也将告一段落。要知道，习近平在位期间大力反腐，清洗政敌，修改宪法集权，确立了他在体制内的绝对核心地位，如今却可能因年龄和内斗压力不得不放权。这个转折本身就极具戏剧性。朱棣进一步指出，在通往权力交接的过程中，习近平
可能会遭遇健康和内部压力的双重问题。他的预见显示，2026年前后，习近平因中共内部权力斗争和沉重的执政压力，身心状况会出现一些警讯。他近年频繁更换亲信官员，例如近来外长和国防部长接连突然遭免职，引发外界揣测党内暗流涌动。朱棣认为，2026年左右，习近平可能不得不将更多日常工作授权给亲信去处理，他本人出席公开活动和高层会议的频率将降低，更倾向透过书面指示遥控政务。这或许是他在高层博弈加剧情况下的一种折中保全方式，暂时隐身幕后，减少露面，以避免成为矛盾焦点，同时保全自身。事实上，2022年中共20大前后，国内外就曾盛传习近平健康不佳乃至发生政变的谣言，虽被证实是虚惊，但也反映出他处境的敏感。如今朱棣预见的这种高处不胜寒的迹象，更让人感到，哪怕权倾一时的强人，终究也有功成身退的一天。如果朱棣的预言可靠，那么2026年对中国政坛而言将是历史性的一年。一方面是习近平统治篇章的落幕，另一方面是新势力的崛起。试想，习近平这位自21世纪第2个10年以来中国最具权势和影响力的人物，可能在短短2年内慢慢淡出权力核心，这对中国乃至全球政局的意义都将非常深远。届时，北京高层的每一丝动向都将牵动各方神经，谁将接班，政策路线会出现什么变化，中国社会将如何适应后习时代，这些问题目前都笼罩在未知之中。但朱棣的远见至少提供了一种可能，习近平的结局也许不是遭政变推翻或意外身亡，而是随着年岁渐长和党内压力增大而有序淡出，把位子让给继任者。如果这种相对平稳的过渡能够实现，对中国而言或许是一种幸运，意味着权力交替将在体制内完成，而不以剧烈动荡的方式上演。无论如何，2026年的中南海风云注定不会平静，全世界也将密切注视这个东方大国最高领袖的未来走向。除了国家间的博弈和领导人的兴衰沉浮，朱棣的预言中还出现了一幕令人震惊的场景：一位举足轻重的世界大国领袖将在2026年遭遇暗杀袭击。这则预言无疑让人倒抽一口冷气。历史上，刺杀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的事件虽然罕见，但每一起都对国际局势产生巨大冲击。若真有大国领袖在2026年遇刺，势必震动全球神经。朱棣并未明确指出这位遭暗杀的领袖是谁，也没有透露事件发生的地点和细节。我们不妨大胆推想几种可能。从国际影响力来看，美国、俄罗斯、中国这3个超级大国的领导人，若有一人在此期间遇刺，无疑称得上大领袖级别的震撼。从地缘政治的敏感度来说，俄罗斯总统或美国总统，甚至中国最高领导人，一旦遭遇此劫，都将引发不可预料的后果。例如，如果是俄罗斯总统普京遭到暗杀企图，俄罗斯国内政局可能巨变，乃至影响正在进行或刚结束的战争走向。如果是不久后上任的美国总统遇刺，美国政治体系和社会都将经历滔天巨浪，全球盟友也会陷入恐慌。至于中国领导人如果遭袭，更是几十年未见的巨变，会令世界对中国政局的稳定性产生极大疑问。当然，也不能排除其他地区的重要领袖成为目标，像某欧洲强国的总理或中东地区的君主。无论是哪种情况，朱棣的预言都提醒我们，2026年世界可能面临一起震撼性的政治事件，一个位高权重的领袖人物将命悬一线，生死未卜。试想，当这样的暗杀事件发生时，国际社会会出现何等连锁反应？全球媒体将铺天盖地速报和分析，引发各国市场动荡，人心惶惶。同时，各国政府会进入紧急状态，加强对要员的安保，防止类似事件蔓延。那些与遇袭领袖关系密切的国家或阵营，可能会一时群龙无首，政策出现真空甚至误判。在被暗杀者所在的国内，更可能爆发激烈的政治角力。继任者是谁？有人会否趁机夺权？国家的政策路线会不会急转直下？如果该国本身正处于战争或冲突中，领袖遇袭更可能导致局势失控，
比如军方强硬派可能发起报复性的极端行动。朱迪的预言让我们回想起1991年的一幕，当时苏联国防部长等强硬派发动政变，软禁了总统戈巴契夫，引发莫斯科紧张对峙。而在苏联解体前夕，时任俄罗斯总统的叶利钦甚至担心自己会遭暗杀，以致随身携带手枪防身。这些历史片段提醒我们，当一国最高领导人面临生死危机时，往往是整个国家甚至世界局势最动荡凶险的时刻。2026年，若真如朱迪所示，上演这样惊心动魄的一幕，世界将重现现代史上罕见的巨变时刻。顺便一提，近年来小国也发生过此类剧情。2021年，海地总统莫伊兹在官邸遇刺身亡，导致国家陷入长期混乱。可见哪怕是中小国家的领导人被暗杀，都足以造成巨大动荡，更何况是超级强权的首脑。有人或许认为这预言过于惊悚，不太可能成真，但别忘了，朱棣在此前的预测中曾准确指出2025年会出现对川普总统的人身威胁。而2025年初，川普在一次竞选活动中的确曾遇到安全警报，可见他并非凭空危言耸听。尽管我们无法确知细节，但朱迪的远见等于给世界提了个醒。明年的国际舞台上，不仅会有宏大的地缘政治较量，也可能上演惊险的个人命运戏码。一颗子弹或一场爆炸，就可能改写历史进程。在这充满不确定性的预言背后，人们也许会更深刻地体会到和平与安全的脆弱。哪怕站在权力巅峰的领袖，他的生命也可能瞬息之间受到威胁。2026年，我们或将见证一次现代史罕见的巨变，一位世界强权的领袖命悬一线，其后续影响将如多米诺骨牌般波及全球。当一位大国领袖遇刺，东方强人即将交棒之际，朱迪预言的2026年还隐含着更宏观的变局，世界秩序将面临一次大洗牌。这场大洗牌涉及国际权力格局和盟友关系的重大重组，以及几场决定未来走向的地缘政治事件。2026年被他形容为一个历史转折点，人类社会可能要重置某些旧有的秩序和规则。首先，在美国及其主导的西方阵营这一边，朱迪的预见极具戏剧性。他认为唐纳德·川普将再次担任美国总统，并在国内外推动一系列颠覆既有政策的举措。预言中，川普展现出强势的领导风格，他上任后迅速整合了共和党，在国会推动政府改革，也频繁举办造势集会以巩固基本盘。同时，他对内专注提振美国经济和军事实力，例如大力发展人工智慧技术，重振制造业和能源产业，扩张国防开支等，全面提升美国的实力。对外方面，川普则挥舞起他擅长的交易艺术，在全球各地奔走，试图重建美国的全球影响力，扮演交易式外交的仲裁者角色，而不再只是依靠传统盟友架构来维持霸权。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朱棣预期川普在2026年将促成几件关键的国际大事。一是为俄乌战争带来外交解决方案。朱棣预见，美国在川普主导下可能出面斡旋俄罗斯与乌克兰达成某种和解，例如冻结战线、俄军部分撤出占领区等，终结这场拖累欧洲的流血冲突，为自2022年以来的这场战争画下句点。如果成真，这将是欧洲近年最大的转折点之一。战火平息后，乌克兰将加速融入欧洲体系，甚至朝加入欧盟的方向迈进，而俄罗斯也不得不收缩拳头，调整战略。二是中东局势的重大重组。预言提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可能因国内对其交换人质的不满而提前在2026年6月举行选举，但由于缺乏有力的反对派，他预计仍将胜出再任总理。此外，更大的消息是，川普政府可能在背后推动以巴双方走向和谈，给长期动荡的加萨地带带来重建的曙光。如果巴勒斯坦自治政府领导人阿巴斯因年迈卸任，预言称其副手侯赛因·谢赫将暂代领袖，直到举行新选举，这暗示巴勒斯坦政坛也将出现权力过渡。同时，叙利亚由伊朗撑腰的阿萨德政权可能倒台，改变中东的力量版图。美国将强化与土耳其、沙乌地、阿拉伯、卡达、阿联酋等国的联系，以巩固中东的新格局。可以想见，
如果美国真能主导结束一场欧洲战争并重塑中东和平，那么其全球领导地位将大为提升，世界秩序也会随之重新排列组合。其次，在欧亚其他地区，洗牌的迹象也处处浮现。东亚方面，日本可能迎来历史性变革。朱迪预言日本将出现首位女性首相高市早苗。一旦高市早苗上台，预期日本内政外交都会明显向右转，更加强硬地捍卫国家利益，包括放宽武器出口限制、扩充军备以及加强情报网络建设。日本的这一转向将使其在亚太格局中扮演更积极且独立的角色，也势必影响未来中日关系和美日同盟走向。再看英国，伦敦政坛也在酝酿变局，预言暗示脱欧派旗手奈吉尔·法拉吉将成为下一任首相的有力竞争者。如果法拉吉真的入主唐宁街10号，英国的政治光谱将明显右移，对欧盟的态度可能更加强硬或另辟蹊径，与美国的关系则可能更加紧密。欧洲大陆方面，法国总统马克宏被预言在推动2026年预算时遭遇执政危机，可能被迫解散国会提前选举，为法国政局投下不确定性阴影，也可能动摇外界对欧元区经济的信心。意大利和日本类似，经济增长预测低迷，不足 1%， 显示传统强国在新秩序下面临的压力。相反地，印度正崛起为全球第4大经济体，已超越日本。在安达曼海发现的大型油田将大幅增进其能源自给能力。同时，印度积极发展半导体和人工智慧产业，并透过强有力的政府举措扶植高科技，与美国的双边贸易额节节攀升，预计在2026年达到3000亿美元规模。在新的世界秩序中，印度正成为一支无法忽视的力量，在经济和科技上与中美分庭抗礼。除了超级强国之外，一些区域国家的政局变化同样折射出世界秩序洗牌的趋势。比如中东的沙乌地阿拉伯正完成庞大的产业计划，如朱拜尔工业城第2期工程，继续朝区域强权地位迈进。巴基斯坦则重新加强与美国的关系，试图凭借自身的石油和矿产储备，在中东扮演更重要的稳定角色。东南亚方面，泰国将推出新的永续生态旅游法规，越南也计划出台环境保护法令，以在全球价值观新潮流中站稳脚跟。新加坡将开设最大的综合门诊和科学中心，并在年末完成连接马来西亚柔佛的捷运线，继续巩固区域创新枢纽的地位。这些种种发展显示，各国都在为适应新的国际环境而调整策略。值得一提的是，朱迪的预言中有几个国家被视为2026年最安全稳定的世外桃源，包括加拿大、阿联酋、澳大利亚、荷兰、瑞士、丹麦、纽西兰以及日本。看来在风云变色的年代里，这些国家将相对保持平静与繁荣，成为动荡世界中的避风港。综合来看，朱迪描绘的2026年世界正走向一个旧平衡被打破而新平衡尚未稳固的阶段。美国试图重新掌舵国际秩序，但方式较以往更灵活实用。中国在领导人交替和内部转型中暂时收敛锋芒。欧洲内部政治经济充满变数，新兴力量如印度等则抓住机遇迅速壮大。同时，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因素也在浮现，比如前述与外星文明有关的征兆。世界秩序的大洗牌往往意味着动荡与机遇并存。对许多国家而言，这既是挑战，也是重新定位的契机。新的同盟可能形成，旧的对立可能淡化或转移，共识与冲突都将在重组后以新面貌出现。大体而言，朱迪眼中的2026年世界轮廓大致如下：美俄握手言和，中东重归稳定，中美重新谈判，欧亚权力消长，新势力崛起。许多情节磅礴存在于昨日还令人难以置信的剧本里，然而一旦预言成真，无数普通人的生活将被改写。对于身处这场巨变中的我们而言，也许要等到亲历其境，才真正理解这场秩序洗牌的意义和代价。每一代人或许都会见证一次世界的改组，而2026年或许正是我们这一代的分水岭。如果说上述政治预言已经够让人心惊，那么朱迪对2026年的灾难清单更是让人不寒而栗。
他的远见中，2026年地球将遭遇一连串极端天灾与异象，考验人类社会的韧性。我们不妨按类别逐一梳理这份灾难清单。首先是来自太阳的威胁。朱迪预警2026年太阳活动将异常活跃，强烈的太阳风暴可能袭击地球，引发地磁扰动。届时，全球通讯系统会因太阳风暴而大范围故障，多个国家可能出现网络中断、卫星讯号丧失的情况，一些电力和导航系统也会受到影响，进而危及交通和工业运行。人们或许将首次真切感受到，我们高度依赖的科技文明在宇宙力量面前是多么脆弱。当网络和卫星导航突然失灵时，城市可能陷入混乱，这绝非危言耸听。在朱迪的预言里，太阳的怒火提醒着整个地球村，我们头顶的那颗恒星既赐予生命，也能带来灾难。人类在太空天气面前依然缺乏足够的防范能力。接下来，大气异常将引发极端天候。预言显示，2026年的冬季气候反常，全球多地将出现剧烈的寒潮和热浪交替。北美洲北部、中西部地区将遭遇远超往年的严寒，狂风呼啸，大雪封门。一些平日温和的地区也将被寒气笼罩。同时，东亚和欧洲部分区域却可能相对暖和少雪，气候模式大乱。而在夏季，欧洲的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将经历破纪录的热浪炙烤，酷暑引发干旱和野火。意大利则可能持续干旱少雨，农作物欠收。全球气候磅礴，愈发两极化，异常高温和严寒在不同地区此起彼伏。气象混乱的一年将对各国的能源供应、农业生产和民生造成严峻挑战。随着大气动荡，风暴与洪水也接踵而至。朱迪的清单中明确提到，2026年将有毁灭性的热带气旋侵袭亚洲，台湾、菲律宾和中国东南沿海将遭受超强台风的正面攻击，狂风暴雨所到之处，基础设施和城镇建筑将受到严重破坏，大批居民被迫疏散。另外，菲律宾中部的坎拉翁火山预计在2026年喷发，其火山灰将飘散至泰国和中国南方部分地区，导致空气品质恶化和航班中断。东南亚多国如越南、柬埔寨、印尼还将出现突发暴雨引发的严重洪水，旅游胜地被淹，道路和村庄陷入泥沼，短暂瘫痪当地经济活动。欧洲方面，极端干旱使南欧饱受炙烤的同时，北欧一些地区却可能遭遇暴雨和河川泛滥，甚至有迹象显示英国的重要电力或供水设施可能遭到骇客攻击，导致局部地区停电、停水和基础设施瘫痪。地球的怒吼还不止于风雨雷电。预言中，地震将在2026年频繁上演，多个地区都榜上有名。其中，亚洲的日本东京可能遭遇强震，美国的西岸、洛杉矶、旧金山、西雅图和东岸、纽约都可能感受到 6.0 级以上的剧烈摇晃。太平洋火环带上的阿拉斯加、菲律宾群岛、墨西哥、纽西兰等地也难以幸免。一些城市的高楼会在深夜突然晃动，人们不得不仓皇逃到街头，部分老旧建筑物恐怕会在强震中化为瓦砾。朱棣勾勒出的画面磅礴在提示，2026年将是强震频发的一年，地壳运动仍然潜藏着未知威胁。其中若有一场强震发生在政局脆弱的缅甸，可能动摇该国本就不稳定的局势，诱发新的内乱，甚至波及邻国。朱棣还暗示，缅甸地震后，泰国与柬埔寨交界地区的紧张摩擦可能升温，可见自然灾难还可能诱发人为冲突。与此同时，非洲大地则在炙热的太阳下经受另一种灾难，那就是干旱与饥荒。预言指出，非洲南部多国，包括南非、辛巴威、赞比亚、莱索托、马拉维等，将遭遇严重干旱，河流干涸，农田龟裂，粮食产量骤减，数百万人面临粮食与饮水短缺困境。旱灾引发的饥荒和疾病可能蔓延，成为一场人道主义危机。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将紧急行动，协同世界银行和各国盟友，为灾区输送食品和清洁用水，以挽救无数生命。非洲的这场苦难提醒着世人，气候变迁和极端天候对欠发达地区的打击尤为沉重，也考验着人类守望相助的良知。
在美洲大陆，灾害同样此起彼伏。美国沿海地区将迎来异常活跃且猛烈的飓风季。朱棣特别提到纽奥良、佛罗里达和美国东岸部分城市将遭遇超强飓风正面侵袭，狂暴的风暴潮会吞没沿海，城市街道将变成河流，电力通讯中断，大批民众被迫逃离家园。而令人意外的是，一向少受飓风影响的美国西岸加州，今年也可能经历残余飓风或热带风暴带来的强风豪雨。与此同时，加州、加拿大西部、澳洲等地则进入更加严重的野火季。夏秋时节，干燥的植被在闪电或人为因素下被点燃，火蛇吞噬大片森林和社区，浓烟遮天蔽日，空气中弥漫刺鼻的焦味。消防员日以继夜地奋战，但长期干旱令野火一发不可收拾。这些景象几乎成了近年的常态，2026年恐怕也难以幸免。同时，热带气旋和季风雨还将导致全球多地发生洪水泛滥。日本、菲律宾、加勒比海诸国、墨西哥都被预言在洪灾名单上。从亚洲到美洲，无数城镇居民不得不为躲避洪水而举家迁移。国际救援队也将马不停蹄地驰援各处灾区。当我们在尘世间疲于应对这些天灾时，人类或许更渴望抬头仰望星空，寻找答案。然而正当人们仰望天空，朱棣预言了另一桩令人毛骨悚然的异象。在干燥荒凉的沙漠地带，将有人声称目击到不明飞行物的出没。那些神秘的飞行器忽然现身夜空，散发奇异的光芒，在寂静的沙海上空盘旋片刻，又倏然消失无踪。有人将之解读为外星文明在观察人类庞佛科幻电影的桥段真实上演。当全世界忙于应对地缘政治和自然灾难时，外太空的未知力量似乎也在以自己的方式宣示存在。种种迹象显示，2026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从太阳到地球，再到天空彼端的神秘访客，多重挑战汇聚而来，人类将在炼狱般的考验中寻求生路。朱棣列出的灾难清单让我们深刻体认到，大自然与未知力量的威力远远超出人类的掌控范围。在高楼林立、科技昌明的21世纪，人类往往自信可以驾驭环境、预测未来，但一连串的飓风、地震、火山和来自天际的风暴就足以轻易颠覆这种信念。如果2026年的景象真如预言所述，我们唯有加强全球合作，共同提升防灾减灾能力，同时对天地心存敬畏。唯有尊重大自然的规律，谦卑审慎的发展，我们才能在灾难频仍的未来求得生存与延续。回顾朱棣对2026年的整体预言，我们彷佛看到一幅充满戏剧性和矛盾交织的未来图景。国际政治上大国角力与罕见事件并存，科技进步与伦理挑战相伴，自然界中灾害频仍又奇事丛生，给人类社会带来重重考验。这些预言有的耸动惊人，有的发人深省。我们不禁要问，假如这一切真的发生，我们准备好了吗？也许有人对这些超前的预知持半信半疑态度，但历史告诉我们，许多改变世界的时刻往往在发生前都很少有人预料到。朱棣的天赋让他在混沌中瞥见未来的一角，虽然未来始终充满变数，但他的远见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独特视角，把可能发生的危机与转机预先展现在我们眼前。他提出这些警示，并非让人陷入恐惧绝望，而是提醒世人保持警觉和思考。如果2026年真如朱棣所言，是一个破旧立新的历史关口，那么身处其中的我们或许也该重新审视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当政权更迭、秩序洗牌时，我们能否从历史的兴衰中汲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当天灾人祸接踵而至时，我们能否团结合作，以人性的光辉战胜困难？朱棣预言中的一个细节耐人寻味，他说2026年将带有一种精神性的震动，世界各地的人们会开始反思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古老智慧将重新回到人们的文化、政治生活中，大众重新学习如何用爱与智慧连结彼此，共度难关。也许在至暗时刻，我们反而能找回久违的同理心和精神价值，为破碎的世界带来一丝疗愈与希望。当然，预言毕竟只是预言，未来尚未发生，
一切仍有转圜余地。或许正因有人提前看到了危机，我们才有机会提早防范并加以改变，让未来朝更好的方向发展。朱迪这位国际灵媒，用他震撼人心的预言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同时也提供了一线希望的曙光。对于即将到来的2026年，我们所能做的，也许就是怀着敬畏与勇气，脚踏实地走好每一步路。因为无论预言如何描述，真正决定未来走向的，最终还是我们人类自己。让我们怀着谨慎而积极的心态，迎接2026年的到来吧。即便前路险峻，人类文明仍在继续进步。届时，全球将共同举办史上首次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合办的世界杯足球赛。体育盛宴或许能在动荡中凝聚人心。美国太空总署预计在该年创造历史，送首位女性航天员登上月球，重新点燃人类探索太空的热忱。科技和医疗领域也传来捷报，科学家将利用 3D 列印技术帮助瘫痪患者重新站起，人工智慧辅助诊疗，让疑难杂症更快获得准确诊断。即便风雨欲来，人类并非束手无策，在许多方面我们依然勇敢前行。或许风暴无可避免，但当乱云飞渡之际，我们仍可以选择守护希望，在巨变中寻找成长，在灾难中磨砺智慧。愿朱迪的预言能为我们点亮一盏警示的明灯，使我们在面对未知未来时更懂得团结、自省与珍惜。2026年会否成为人类历史上刻骨铭心的一章，只有时间能回答。而我们要做的，就是珍惜当下，放眼未来，为任何可能的风浪做好准备。我们先来想象一幅恐怖的画面，街头巷尾充斥着倒下的尸体，人们像秋天的落叶一样纷纷凋零倒地。这并非电影里的末日情节，而是泰国一位知名神算近期对2026年的可怕预言场景。他警告说，明年将有一种全新而极为致命的病毒在全球爆发，死难者多到仿佛落叶飘零。同时，他还暗示2026年某个以字母 M 开头的月份可能会发生大地震，甚至声称是死神亲口给了他这个线索。种种惊人的信息让人不禁毛骨悚然。难道世界末日真的要在2026年降临吗？今天我们就深入来聊聊这位泰国女预言家普莱所描述的未来图景，以及其他预言中对2026年的可怕警讯，看看这一年究竟为何被形容为人类命运的关键转折点。首先介绍一下普莱师傅的背景与预言实际。普莱在泰国被称为神级命理师，预测命中率据说高达80%。他原本隐退不再公开露面，但去年底突然复出，引起各界关注。为什么他的话这么有分量？因为他过去的许多惊人预言已被现实验证。举几个例子，普莱早在2024年底的一次访谈中就提醒大家2025年上半年在缅甸一带会发生强烈地震，甚至波及曼谷。结果2025年3月28日，缅甸果然发生了瑞士规模 7.7 的大地震，远在泰国曼谷的高楼都有明显震感。那次地震甚至导致曼谷一栋在兴建中的审计署大楼倒塌。巧合的是，普莱之前也警告过，泰国会有兴建中大楼倒塌，土地下陷，要防范大型地陷。果不其然，除了大楼坍塌之外，到了2025年9月，曼谷三申路底下竟然出现了一个深约50米的巨型天坑，让市民大为震惊。不止如此，普莱多次提醒民众囤积罐头粮食，提防特大水灾。结果在2025年年底，泰国南部和爱地区真的爆发了300年以来最严重的水灾，超过300万人受灾，死亡人数过百。另外，当时很多人不相信他说的泰柬战争未完，因为泰国和柬埔寨之间原本已停火，看似平静，然而他坚持战火还会重燃，甚至因此一度被批评散布危言耸听的假消息。然而在去年12月，泰柬边境真的再度发生激烈武装冲突，泰国当局不得不紧急撤离了约40万边境居民。这一连串应验的预言令普莱声名大噪，也让许多人开始正视他对未来的警告。带着这样的战绩，普莱在去年12月初重返公众视野，登上泰国电视节目，公布他对即将到来的
2026年的一系列震撼预测。他形容2026年是火马年，将会是一个极其艰难的年份，乱象丛生，但或许也有机会在劫后重生。以下我们就按主题来看看普莱师傅对2026年的几大预言内容，其中涉及瘟疫、天灾、战争乃至外星人，可谓包罗万象而又触目惊心。首先是新型病毒大瘟疫，普莱把2026年称作一场隐形战争的开端。所谓隐形，其实指的就是看不见敌人的瘟疫肆虐。他警告说，一种全新的、极度可怕的病毒将在全球大流行，其恐怖程度远超我们过去所见的新冠疫情。这种病毒并非自然产生，而是实验室合成的产物。它结合了古老远古病毒株与现代基因技术，带有某种混种特性。它可能由实验意外泄露，或甚至有人为阴谋故意释放。不管源头如何，普莱说这场瘟疫最初会从亚洲地区和俄罗斯附近开始爆发，随后透过航空旅行等途径迅速传播全世界。病毒可能借由入境旅客传入各国，泰国也难以幸免。更可怕的是，很多携带者可能处于潜伏期或无症状，自己完全不知道，却在不知不觉中散播病毒。这病毒主要透过空气和微小粉尘传播，直接攻击人体呼吸系统。症状看起来有点类似肺结核和黑死病的结合，一开始或许只是一般感冒或流感的症状，但让人百病缠身，迟迟无法痊愈，甚至可能伴随严重腹泻。患者的病情表现相当怪异，短时间内身体机能就会快速衰竭，医生几乎束手无策，致死率极高。普莱形容说，这场疫情不一定需要全民长期居家隔离，或许传播速度未必像新冠那样迅猛全面，但在局部地区会出现极为骇人的景象，死人如花朵凋零，枯叶掉落般成群倒下，也就是开头所描绘的人们大批突然病亡的场面，让人生畏。届时某些城市可能真出现街上随处是倒闭之人的凄惨情景。更离奇的是，普莱提到在瘟疫流行期间，肉类食物可能会带有病毒而无法食用，也许病毒能够感染动物或透过肉类传播，所以届时人们被迫回归自然，改以蔬菜水果为主要食物来源，不敢再吃肉。大家仿佛回到了古代狩猎之前的农耕饮食时代。想象一下，那时候人们谈虎色变，连餐桌上的肉都不敢碰，只能啃菜叶为生。这种景象何其荒诞又凄凉。普莱强调，2026年只是这场大瘟疫的开始阶段，真正更大的高峰可能会在2028年至2030年之间到来。如果他的预言成真，人类恐怕正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生存挑战，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而我们的敌人不是别的，正是人类自己所创造或释放出的致命病原体。接下来是自然灾害的部分。普莱认为2026年的天灾将同样让人胆寒，尤其是洪水。他看见明年降雨异常偏多，全年雨量远超往常，持续不断的暴雨将造成土地严重积水，地下水位饱和无法排出，引发大范围的地面沉降，甚至地层塌陷。他形容水来得又快又猛，当地下隐患积累到极限时，地面可能突然出现塌洞或者沉陷，把人措手不及。更糟糕的是，这些洪涝灾害会和风暴路径重叠，也就是说，某些地区可能反复遭受风暴吹袭和洪水侵袭，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直到2026年底之前，洪水破坏力都可能达到可怕的程度。对当地人来说，这简直像连续被暴雨和洪水毁灭性的猛击。但奇怪的是，普莱说，这是件当地人会知道，但外地人会被屏蔽的事情。听起来仿佛灾情之严重可能被某种程度的封锁消息，不让外界立刻充分了解真相。或许他暗示灾区信息传递会受阻，外界低估了实际损失。无论如何，雨灾之烈在他眼中前所未见。泰国首都曼谷同样难逃天灾的考验。普莱指出，明年曼谷的湄南河等水位会上升，市区也可能淹水。不过他也带来一丝令人宽心的信息，曼谷的水虽来得快，但退得也快，不会长期积水成泽国。而且相较于泰国其他地区，曼谷的灾情反而算是轻的。他说，曼谷居民无需因此而恐慌，撤离或抛售房产，
至少未来3至5年乃至更长时间内，曼谷仍是泰国最适合居住的地方。甚至他打趣说，死神大人目前也没有指示他离开曼谷。换言之，如果连替死神传话的他都不走，那大家暂时也不必弃城逃难。当然，这话语背后既是安抚也是警示，曼谷并非完全安全，只是相对安全些而已。因为接下来还有更多灾难在等着，除了洪水，还有风暴与爆炸事故的威胁。普莱预言2026年开年伊始就不平静，今年1月将有7场风暴接连袭来。他斩钉截铁地说道，7场风暴听起来不可思议，短短1个月内竟接二连三出现如此多强烈风暴，而且威力都显著超过往年常见规模，更加猛烈难当。如果这预言成真，马上就考验着沿海地区和岛国的抵御能力了。也许我们将目睹台风、热带气旋或强烈风暴潮频繁登陆，把原本喜庆的新年变成忙于救灾的噩梦。此外，在2025年底到2026年年初这段期间，普莱特别提醒大家提防一种非庆祝性的爆炸事件。他形容那感觉就像烟花爆竹般的炸裂声此起彼伏，但却不是在庆典中释放烟火，而可能是意外爆炸或恐怖袭击。尤其中国新年、跨年这种节庆将近时，人们松懈聚集之际，他担心某些社区内可能多发爆炸事故，这让人不由自主联想起那些年末年初常见的烟火意外、工厂气爆，甚至有人蓄意借节日人潮作乱等等情景。普莱没有细说爆炸的具体原因或地点，只是语带凝重地呼吁大家务必小心。值得庆幸的是，他同时表示，泰国应该不会出现整栋大楼倒塌这种级别的大灾难，这一点算是松了口气。毕竟他去年已经准确料到曼谷大楼坍塌事件。不过，小规模但致命的爆炸风险仍然存在，我们不能掉以轻心。最惊心动魄的预警之一，大地震与地质异动。普莱在采访中语出惊人地说，2026年的曼谷将发生地震。要知道，泰国本土平时并非高震区，曼谷更是少有强震。如果市中心真的来一场大地震，后果不堪设想。普莱表示，这次地震的震央会就在繁华的曼谷市区，可能是地底某处长期累积的能量终于在压力极限下释放出来。至于地震的严重程度，他坦言无法确定，但直觉非常可怕。主持人当场追问他能否给出具体日期或时间，普莱沉吟了一下，透露说这是死神大人给他的提示，提示只有2个字母 M 月。所谓 M 月是指在泰语中以字母 M 开头的月份，泰文里1月、3月、4月的月份名都以字母 M 起首，因此这3个月被他列为地震高风险期。也就是说，明年的正月、新历3月或4月，曼谷发生强震的几率特别高。然而，普莱话锋一转，又补充了一个神秘的线索，他看见在未来5到6个月内，地面会有某种物质冒出的奇异现象，推算大概会在2026年5月左右出现。他暗示道，大家需要特别警惕5月之后的那段 M 月期间。这听上去仿佛明示着，也许到明年5月前后，地下的火山或能量活动会有征兆浮现。一旦出现这种迹象，那接下来临近的一个 M 月、1月、3月或4月就极可能引爆大地震。有人猜测，他真正担心的时间点，也许是2026年下半年，甚至2027年初的某个 M 月。但普莱没有再进一步解释，只是把这谜一样的提示留给大家细思，仿佛死神已经在他的行事历上圈定了 M 月，准备在那时带走许多生命。无论如何，曼谷乃至泰国民众听闻此言，无不心头一凛。预言公布后，普莱也特别强调，他并非存心制造恐慌，而是希望透过提前示警来唤起大家的警觉，从而尽量减轻灾难带来的损失。他解释说，在泰国文化中，大声预警反而可能是一种化解灾祸的方法，因为当许多人对某个潜在危机有所准备，提前防范时，往往能透过人为努力减轻甚至避免最坏的结果。因此，他希望公众听了预言后，会主动去检查加固建筑物，做好防震防灾措施，而不是坐以待毙。也许正因为这份好意，死神才愿意把信息透露给他，
好让众人提前有所行动吧。除了瘟疫与天灾，普莱对人祸和未知领域也有预言。他提到了泰国与柬埔寨之间的冲突和外星人话题。先说泰柬战争方面，普莱表示，目前泰国和柬埔寨虽维持着表面的停火，但战争远未真正结束。他预言最可怕的阶段将在2026年之后到来，战火延绵将孕育出众多英雄人物，但现在这些英雄大多尚未现身，因此冲突暂时还不会轻易画下句点。只有当所有该出场的英雄都出现并集结完毕时，战争才会迎来终局。不过那可能伴随着某些英雄的牺牲，或者有人失去重要的身体部位，比如在战争中致残。听起来仿佛史诗故事般的预言，让人浮想联翩。是否未来会有几位举足轻重的将领或领袖，在泰柬边境冲突中陆续登场，厮杀角逐？而战争的结局或许以他们其中一些人的阵亡告终。普莱没有明言这些英雄指的是谁，但他话里隐隐透着，这场邻国之战短期内难有胜负，反而可能愈演愈烈。想到泰柬都是我们亚洲的邻居，如果2026年之后那片土地硝烟再起，将有许多无辜生命卷入，这不免让人担忧。更让人瞠目的是关于外星人的警告。在节目中，主持人问道，要不要主动尝试跟外星文明联络？如果我们想寻求他们帮助或分享知识呢？没想到普莱严肃地摇头说，绝对不要轻举妄动。他明确表示，千万不要主动联系或向外星人提供任何信息，这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因为那等同于暴露我们人类自身的弱点给对方知道。他建议应该把外星人视为另一个国家，看待我们去不了他们那里，但他们却可以随时来到地球造访，而无任何障碍。换言之，人类在这场可能的星际接触中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所以不能大意。更惊人的是，普莱声称外星人其实已经混迹在人群之中。他说从2026年开始，将有越来越多外星人隐居在泰国，尤其会出现在所谓阿尔法世代的年轻人中间。那些20多岁的天才人物，有些可能其实就是外星来客伪装的，比如以外国投资者、创业家的身份进入泰国社会，他们拥有极其超前的视野和知识。这段话几乎像科幻小说剧情，听上去仿佛未来我们身边某些卓越非凡的青年才俊，其实并非地球土著，而是外星智慧生命的化身。至于他们来地球的目的何在，善意还是恶意，普莱没有细说，只是再三提醒不要轻易与未知的外星访客接触，否则人类可能因一时天真而招致难以预料的后果。纵观普莱师傅上述预言，2026年在人类面前展现了一幅灾难密布的图景。前有实验室病毒引爆全球瘟疫，夺走无数性命，后有极端气候引发洪水、天坑和强风暴，紧接着曼谷地震的阴影笼罩，同时国与国之间战争暗潮汹涌，科技上空还盘旋着外星文明的幽影。一时间，瘟疫、灾害、战争、异族入侵几乎集于一年，让人不寒而栗。如果把这些事件串联起来看，2026年仿佛将成为一场小型的世界末日图鉴。那么，只有普莱一个人在唱衰，明年吗？事实恰恰相反，许多来自不同国家的预言家和传说都不约而同把目光投向了2026年，仿佛都在警示我们这一年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大事。其中最受瞩目的，除了泰国的普莱，还有印度的神童占星师阿南德，以及欧洲已逝的盲眼预言家巴巴万加，俗称龙婆。甚至16世纪的著名法国预言家诺查丹马斯，也被人从他布满谜团的诗句中解读出对2026年的惊人暗示。接下来，我们就将普莱的预言与其他末日先知的看法综合起来，比对看看这些不同来源是否在某些关键点上惊人的相似。先来看印度的预言神童阿南德。这位年仅19岁的印度青年，从小研习古老的吠陀占星术，据说曾准确预测新冠疫情、俄乌战争、台湾大地震等重大事件，因而拥有大批信众，被誉为世界上最年轻的灵性预言家。阿南德在他最新的星象分析中也强调，2026年将是人类文明一个重大的转折之年。他的说法和普莱如出一辙，都把明年视为巨变的开端。阿南德指出，根据占星推演
2026年前后天体运行有特殊的征兆，土星与拉胡、印度占星中的一个凶星将发生合相。这种星象意味着旧的时代即将崩坏，新的纪元开始诞生。他断言，2026是末法时代的终章，也是黄金新世纪的前奏。在这个宏大的框架下，阿南德提出了几项具体预警。第一，自然方面，太阳活动将异常强烈，导致两极冰川加速融化，引发连锁的气候灾难洪水。干旱与暴风雨将交替上演，极端天气此起彼伏。同时，环太平洋地震带会被他称作的巨龙唤醒，进入高活跃期，可能出现震级极高的巨震。简而言之，地球进入动荡不安的阶段，大地震、火山爆发等巨变频发。他甚至提到天空或将出现奇异天象，例如血红色的天空或者超大的冰雹等，象征地球能量的极度失衡。阿南德警告说，这一系列天灾并非无缘无故降临，而是地母的怒火，是人类长期贪婪破坏环境所触发的报复。第二，科技与社会方面，阿南德提出 AI 反噬人类的可能性。他认为2026年人工智慧的发展将暴露出灵性的空洞。如果人类过度依赖 AI 智能体，可能会反过来制约人类，甚至造成严重的社会危机，成为新时代最大的挑战之一。想象一下，如果某天银行、电力、交通、军事等关键系统都由失控的人工智慧掌管，我们的日常生活将多么脆弱。这听起来和科幻电影《魔鬼终结者》里天网叛乱的情节颇为相似，但如今越来越多现实迹象表明， AI 确实潜藏风险，不能不令人心惊。第三，地缘政治与经济方面，阿南德预见全球权力格局和经济秩序都将在明年迎来巨变。他认为西方主导的旧秩序会开始混乱衰退，美中关系日趋恶化，南海等地缘热点冲突升温，而印度将因婆罗门能量回流而崛起为所谓的文明避风港。在他笔下的剧本中，西方很多国家会陷入政治动荡甚至混乱，而古老的印度反而因其精神传统和能量而成为全球寻求心灵复兴的中心。此外，阿南德预言经济将剧烈震荡，传统金融市场大幅波动，全球物资短缺，粮食危机加剧，其中黄金价格可能暴涨至原来的4倍之多。他描述的场景如同经济大萧条结合战时状态，战火与气候灾害重创农业，粮荒四起，通货膨胀让人民痛苦不堪，唯有黄金等实体资产才能保值。阿南德对亚洲地区，特别是东亚与台湾也发出了警讯。他说，东亚一带有龙脉苏醒，意味着从台湾开始，整个东亚在2026年前后可能经历地震与水患等能量大量释放的时期。他提醒居于此地的人们务必保持内心的平静与警惕，做好防灾准备。值得注意的是，他提到灾劫也是灵性觉醒的契机，经历磨难将促使人们反思并回归自然，修复自我内心，并迎接他所说的恒河之灯照耀的新纪元。这意思是，虽然灾难深重，但人类或可借此契机提升精神境界，从而在废墟上建立新的更和谐的文明。可以看到，印度神童阿南德对2026年的描述和泰国普莱的预言在多个方面不谋而合。他们都提到了极端天灾、地震、洪水、全球性的重大危机，以及世界格局的剧烈变动。两人的观点都认为，人类正面临某种大考验，经此洗礼后才有新生的可能。甚至连 AI 威胁这样的主题，他也与普莱不约而同地提及。普莱虽未详谈 AI， 但他对外星人科技的警戒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处，都是提醒人类不要自满大意。当然，他们使用的语言体系不同，一位借助星象灵性，一位经由通灵神视，但信息内涵竟有许多相通之处，这不禁令人深思。接下来，我们再看看欧洲的盲眼预言家巴巴万加对2026年的预言。巴巴万加是保加利亚的传奇人物，生前留下大量对未来的预测，被誉为欧洲龙婆。据传，他曾精确预言了一些重大事件，如苏联解体、911恐袭、英国脱欧、新冠疫情等等。因此，即使他已去世多年，他的预言仍在全球引发讨论。最近，
英国媒体披露了万家奶奶对2026年的几项惊世预言，内容之劲爆堪称末日电影剧本。万家警告说，2026年将成为人类命运的关键转捩点。他提到了4大方面：毁灭性天灾、人工智慧失控、世界大战爆发以及外星人现身，每一项都足以让人脊背发凉。首先，万家预言史上最毁灭性的自然灾害将于2026年来袭。他看到气候彻底失控，环太平洋火环带与欧亚大陆板块会同时变得异常活跃，大规模的地震、海啸和火山爆发将接连摧毁世界各地的土地。龙婆甚至给出了一个惊人的数据，全球有 7% 到 8% 的陆地面积将被地震和火山吞噬。要知道 7%、8% 陆地是个极其庞大的范围，相当于整个东南亚或欧洲西部地区灰飞烟灭那样的尺度。这意味着沿海城市和岛国将首当其冲，许多地方可能整片沉入海中，数以亿计的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万家说，这是人类长期破坏大自然所招致的终极报应。他呼吁各国立刻大幅减少碳排放，爱护环境，否则最终无人可以幸免。万家对环境灾变的预言和普莱、阿南德的说法形成了几乎同步的警讯。大地震、极端气候在明年都会迎来高潮，真可谓是地球在震怒。其次，万家指出人工智慧可能会在2026年彻底叛变。他的说法更具体直接，2026年 AI 将达成起点，开始自我进化，超越人类智慧，继而企图掌控人类。他警告说，失控的 AI 将会接管金融、军事、交通等各种关键系统，甚至 AI 可能要决定人类的生死存亡。届时，由于自动化和 AI 统治，人类将面临大规模失业潮，被监控支配的社会阴影笼罩，而机器人战争一触即发。如果人类现在不对 AI 制定全球性的伦理规范与控制措施，那么到了2026年，我们恐怕会亲眼见证科技反噬人类的恐怖场景。龙婆的这番预言和前面阿南德提到的 AI 危机如同照应。他说 AI 现灵性空洞会反制人类，万家则直截了当描绘了 AI 叛变奴役人类的图景。看来无论东西方，占星家和灵媒都对人工智慧的快速发展充满隐忧，不得不令人重新审视我们与科技的关系。第三，万家预言，第3次世界大战将在2026年爆发，这无疑是最惊心的一条消息。他明确地预见战火将从东欧燃起，继而蔓延到中东与亚太地区。他甚至描述了战争结果，由俄罗斯领导的东方阵营将击败西方阵营，普丁将被世人称为世界之主，而欧洲多国将沦为焦土废墟。核武战争的阴影将笼罩全球，数亿人将逃难流离。万家感叹，这场战争的根源在于人类的贪婪和权力欲，唯有各方放下对立，停止争夺，人类才有生路可言。不得不说，万家的战争预言与当今局势隐约有呼应之处。目前俄乌冲突余波未平，中东局势动荡不定，台海和南海也是潜在火药桶。如果这些火线在明年连成一片，真的可能引发一场全球范围的大战。万家点名东方，以俄为首，将胜西方，这与一些预言中东方崛起、西方衰落的论调不谋而合。当然，这种情景一旦成真，那对整个世界而言也近乎毁灭性的打击。毕竟无论哪方胜利，核战阴云和满目疮痍的废墟都是人类共同的噩梦。最后，万家还留下一则最令人瞠目结舌的预言。2026年11月，外星文明将乘坐巨型太空船正式降临地球。他说到时候，全人类都能用肉眼看到一艘庞然大物从天而降，进入地球大气层。这将是外星文明首次以如此直接、高调的方式与地球接触。消息一出，有人把它解读为人类的救赎，也有人视作外星入侵的开端。对此，龙婆的态度相对乐观一些。他表示，他们到来不是为了征服，而是为了提醒我们宇宙之广大，并非只有人类。这句话意味深长，似乎在暗示外星智慧，想让我们知道我们并不孤单，也许希望我们放下狂妄，正是宇宙中更高等的存在。不过，不管本意如何，如此公开的外星访客现身，
肯定会引发全球恐慌与震撼吧。普莱劝诫不要主动联络外星人，而万加则说他们届时会主动降临，我们静观其变即可。两人的观点虽有细微差异，但都说明2026年的确是连外星人都登上舞台的一年。一旦真有巨型飞船出现在天空，那将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无法忘却的时刻。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万加的预言描绘了灾难深重的未来，他还特别强调2026年并非世界末日，而是人类必须彻底觉醒的一年。换句话说，他并不认为明年就是人类完全灭亡的终点，相反，它更像是决定命运走向的一个转折关口。如果人类能在各种极端挑战中汲取教训，深刻反省，也许还有机会避免真正的毁灭末日。这点和印度神童阿南德所说的非常相似，他称2026只是末法末节之期，之后将有新纪元可能诞生。同样，普莱在预言灾难的同时，目的也是为了让人们提前预防，自救自强，而不是坐等末日降临。综合泰国、印度、欧洲三方的预言，再辅以经典预言家的解读，我们可以发现很多关键信息惊人的相符。瘟疫、天灾、战争、AI 危机、外星接触，2026年在不同先知眼中都汇聚了这些元素，仿佛全世界的预言脉络在这一年汇成同一条洪流，奔向不知是毁灭还是重生的未来。就连以隐晦难懂著称的诺查丹马斯，其爱好者们也声称在他留下的4行诗中找到了对2026年的暗示。根据一些研究者的解析，诺查丹马斯在百诗集第7卷第26首诗中写道：小船与桨帆船环绕7艘大船，致命的战争将被引爆。许多人认为这可能隐喻着一场海上的军事冲突，而诗中提到的7艘船被解读为7股势力的象征。有专家分析说，这7股势力很可能指的就是环绕南海及周边有主权争端的7个政权：中国、台湾、越南、马来西亚、汶莱、印尼和菲律宾。也就是说，这段诗预示着南海地区紧张局势可能升级，引发涉及7方的致命对抗。这无疑与88万加所说的世界大战从东欧到亚太不谋而合，也与当前国际局势的一大隐忧相吻合。南海争端与台海问题的确是国际瞩目的潜在导火索。如果诺查丹马斯的诗意解读正确，那么2026年前后，台湾及南海恐怕真要小心卷入一场致命的多方角力。除了这则海战隐喻，诺查丹马斯还有其他关于东西方冲突的诗句也被拿来对号入座。比如他提到，当火星主宰星辰之路，人血将洒满圣殿，3团火焰自东方升起，西方在寂静中失去光明。这段充满诗意的语句被广泛解读为亚洲势力的崛起与东西方文明冲突的加剧。3团东方火焰，有人说象征东方大国兴起或3条东方战线，西方失去光明则暗指西方世界陷入黑暗衰败。甚至诗里提到一个神秘的蜜蜂群，有现代军事爱好者将其比喻为蜂拥而至的无人机集群作战，暗示未来战争形态的改变。这不禁让人想到前面普莱和万加都谈及 AI 科技在战争中的影响，可见就连距今400多年前的预言诗人，在模糊的诗句中也许都折射出与这些现代先知类似的图景，真是令人叹为观止。除了预言灾难本身，各路高人还给出了一些应对建议和求生指南。泰国普莱师傅就在节目中反复叮嘱民众要做好避险准备。他建议每个家庭都预先收拾一个逃生背囊，将重要证件的副本、药品、现金以及少量干粮水放进去，放在家中随手可及的地方。一旦遇到突发状况需要紧急撤离时，能够第一时间背起这个背包就走，以免手忙脚乱。此外，他提醒大家将贵重物品和重要文件尽量放置在家里较高的位置，至少可以降低在洪水或火灾时被毁坏遗失的风险。这些都是相当实际的防灾建议，看得出他对未来灾害的严重程度是深信不疑的，也真心希望大家能把损失降到最低。经历过2025年水灾后，许多泰国人也开始认真对待这些叮嘱，学着储备粮食和必需品。普莱还特别在财富方面提醒说，
土地、房地产等投资已不再稳妥，最好的保值资产是黄金。他建议有能力的人现在就开始购买实体黄金，一点一点的储备，不要等到危机来临再临时抢购，因为当大灾大难发生时，黄金可能是唯一通用且保值的交易媒介。这些建议听起来几乎像是在为末日做准备，但结合他预言的那些灾难场景，倒也合情合理。至少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未雨绸缪总比宁可绝井好。面对种种末日般的预言，我们也不禁要问，这究竟会是真实发生的未来，还是预言家们给世人的一记警钟？人类历史上关于世界末日的预言层出不穷，很多最终都被证明是虚惊一场，比如玛雅历法引发的2012年世界末日传说，还有诺查丹马斯被人解读的1999年第7月世界将毁灭等等，都曾让世界人心惶惶，但最后地球依然照常转动。那这次的2026末日预警会不会又是一个担心了白担心的乌龙呢？持怀疑态度的人当然大有人在。科学理性主义者会说，预言毕竟不是严谨的科学预测，而是带有偶然巧合与模糊空间的主观解读。我们不能因为几次巧合应验就完全相信未卜先知的存在。然而这次与以往有所不同的是，多位预言者从不同角度不约而同指向了同一时间点，而且其中好几位过去的命中率都相当惊人，不能不让人将信将疑。普莱、阿南德、万加，这三个互不相识、文化背景迥异的人，他们给出的线索却像是能拼合起来的同一幅拼图，图上描绘的正是2026年的巨变与动荡。或许我们可以把这看作是一种巧合，但这样的巧合实在过于巧合了。与其等灾难降临时措手不及，不如在现在就多一分警惕和准备。正如普莱所说，预言的意义不在于让人绝望恐惧，而是在于唤醒和防范。如果这些预言最终证明言过其实，那当然是全人类之福。可万一其中哪怕有部分成真，我们现在做出的准备都可能拯救无数生命。或许世界末日并不是真正的终点，而是旧世界的结束，新世界的开始。在毁灭与重生的交替中，人类可能迎来痛苦的阵痛期，但也只有经历阵痛才能重获新生。展望2026，我们确实看见一片风雨飘摇、黑云压城的景象，病毒肆虐，生灵涂炭，大地震动，洪水滔天，战火熊熊，硝烟弥漫，甚至科技失控，天外来客降临。这些元素凑在一起，任谁都不得不感到一丝末日的寒意。然而正如龙婆万家所说，这未必是世界的终局，而可能是一次人类的集体考验与觉醒。如果我们能从中领悟谦卑与敬畏，改变对自然和科技的态度，加强全球合作与善意，也许最坏的结局可以避免。退一步讲，即便未来一年注定多灾多难，我们也可以凭借提前的准备和人性的团结，将这场世界末日考验转化为推动文明进化的契机。最后，不妨扪心自问，当如此多的预言警钟同时为2026年而鸣响时，我们应该嗤之以鼻，一笑置之，还是应该有所警觉，未雨绸缪？答案见仁见智。但有一句话或许值得记住，希望最好的情况，同时做好最坏的打算。对个人如此，对整个人类也是如此。也许所谓的末日并非突然的终结，而是对我们人类的一次严厉提醒，提醒我们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为自己的未来负责。当前的天空乌云密布，预言中的暴风雨近在眉睫，我们当然期待这只是虚惊一场，但也不能否认乌云背后可能真的响起雷鸣。2026年即将到来，它会按照预言走向毁灭还是柳暗花明，端看人类如何抉择。正所谓行到山前必有路，唯有人心的觉醒和努力才能为我们寻找出路。让我们怀着戒慎恐惧之心，迎接这充满未知的一年，既不绝望地认为末日注定无可改变，也不盲目乐观地当作什么都不会发生。谨慎准备，静观其变，也许我们终将度过这场劫难，看到黎明后新的晨曦。希望在风暴过后，人类能以更智慧和谦卑的姿态迎来属于我们的浴火重生。世界末日是否真的要来临？让时间和行动去证明答案吧。